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今天的不了情啊，我们给大家讲这一对很独特，郑少秋、沈殿霞，就是肥肥。那么这一对呢，也是令我们好多内地的观众特别不理解的一对，因为以往我们说是郎才女貌，就说这个男人呢年岁大一点，长相难看一点，只要他的能耐大有才无所谓，但女人的相貌呢非常关键。可是呢，郑少秋跟沈殿霞他俩并不是按照这个规律来的，因为在很多人眼里看来，郑少秋我们知道风流倜傥，40-50岁的你看着那还都绝对的一流的帅哥，但沈殿霞呢比较胖，当然人很可爱，可是呢他并不符合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美女的形象。所以这一对他们的分分合合引起了媒体好多猜测。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老梁看电视里曾经说戏说乾隆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个郑少秋。郑少秋呢本身入行的时间非常长，他是47年生人，现在也已经63岁了。可我们现在一闭上眼睛，你想象郑少秋的模样，你依然还是觉得他是那个风流倜傥的陈家洛楚留香。就连金庸先生自己都说过，说是在我所有的根据我作品拍的电视连续剧当中，只有那么几个演员我是认可的，一个是刘德华和陈玉莲演的《杨过小龙女》，另外一个就是当时郑少秋拍的《书剑恩仇录》，里面他演陈家洛。后来这不郑少秋演古龙的小说，演楚留香，红遍整个台湾，打开了台湾市场，连这个小说的作者古龙都非常嫉妒，说结果所有人都知道楚留香是郑少秋演的，都不知道这楚留香是古龙写的，就可见郑少秋当时的这个演技和风度。那么后来也是过了若干年，郑少秋已经进入了40-50岁这个年龄当中，可是郑少秋拍的好多剧呢依然那么吸引人。而且呢，从整个这个行内来讲，基本上说郑少秋坏话的没有，除了这个跟他离婚的这个沈殿霞，他俩离开以后，沈殿霞有时候在媒体上说郑少秋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其他的人对郑少秋都是众口一词，这个人呢比较仗义，这个人会体贴人，这个人呢跟身边的人关系处的都很好。那么可是就这样一个人，对所有人都对得起的，怎么独独在跟沈殿霞结婚了以后，在沈殿霞怀孕马上就要把孩子女儿生下来的时候，郑少秋跟他离婚了。在很多人眼里看，这何其毒也，这个男人太不负责任了，怎么对老婆这样呢？所以大伙想想，这是不是很矛盾？就假如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所有的朋友都说他好，可独独他在家庭这个问题上，好多人认为他不可原谅。我们想这里边一定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那么2008年呢，沈殿霞是在香港玛丽医院去世了。沈殿霞是45年生人，死的时候62周岁，63虚岁。那么沈殿霞过世以后，关于他们俩当年好多的一些内幕消息陆续被一些朋友爆料出来，就说确实这一段分分合合的婚姻当中有好多值得我们琢磨耐人寻味的地方。它不是像我们大家想象那样，有的人说是这个沈殿霞黑社会就是跟郑少秋好之后就把郑少秋控制的成私人财产了，还有的人说郑少秋忘恩负义，跟沈殿霞好纯属是想利用沈殿霞的位置，他好上位多演剧成为大明星。反正我们再回过头把这个当年这段历史翻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都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确实两个人好的时候呢，沈殿霞已经是一线明星了，小时候人就小童星，后来演了很多这个电影电视剧确立了自个儿那种乐观开朗幽默积极向上的形象，虽然总演一些小市民，但是特别招人喜欢。那么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呢？这个很有意思。郑少秋我们看很潇洒美男子，所以当年很早的时候有过一个女朋友，俩人都到什么程度呢？
在一块同居，都生下了个女儿来。可是这两个人脾气都当时很犟，在一块同居的时候穷吵恶斗，最后他这女友一气之下抱着女儿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所以郑少秋那时候有一个私生的女儿没结婚。后来呢，郑少秋呢跟当时香港这个 TVB 电视台一位花旦，咱们得说不算当家花旦吧，很有名，叫森森，他俩好上了。森森人很漂亮，可这俩人好呢，森森的母亲坚决反对，理由是什么？说这郑少秋啊，我过去可听说了，还有个私生女呢，跟这人你能保证他对感情始终如一吗？所以他是家里不同意。那个时候，森森和谁？和沈殿霞，包括谢霆锋他爹谢贤，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在一块儿。所以那个时候呢，森森顶住了很大压力呢，顶着受不了了，觉得这个自个儿母亲说的也对，就这么他决定啊，跟郑少秋分手。那个时候，沈殿霞这些人都恨郑少秋，说郑少秋这人花心大萝卜，你看前面还有个私生女，还想欺骗森森的感情。人家好姐妹嘛，都这么认为。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森森找沈殿霞说呀，我今天有点事儿，正好呢，你拍戏在后台不能碰到这个郑少秋吗？我这有封信，你替我给他。郑少秋后台没别人啊，当他面就把这信打开了，没想到这是一封分手信，就说我妈说了，你不行，反对咱俩的婚事。咱俩走不到一起，还不如早点就散了。郑少秋看完信之后，我是嚎啕大哭。就这么自那以后呢，这沈殿霞就比较照顾郑少秋，经常俩人一块吃饭，一起聊天。这个人在失恋之后啊，感情世界是很空虚的。如果真有一个人能近距离关心你的话，这个人有时候都是需要感情支柱了，很容易可能就把这感情转过去了。所以两个人有了感情。这么着很快，两个人在一起同居了。那么有人说郑少秋是在利用沈殿霞，这个确实有一些事实在那摆着，因为当时郑少秋确实是2线都不是，得算3线。沈殿霞呢给他找这个戏，找优秀的导演，又给他讲戏又什么的，给他要这个提高一下个人身价，帮了他不少忙。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呢，沈殿霞在自己从艺的黄金时段里，全心在家辅佐郑少秋，给郑少秋煲汤啊，干什么的，就是伺候郑少秋。就这倒确实是事实。就说郑少秋呢，借助沈殿霞呢，也完成了人生一个飞跃。但是我们说，如果郑少秋自个儿没能耐，你谁捧也没用。得说郑少秋本身确实很勤奋，也能抓住每一个机会。那么两个人在一块了以后呢，有一个事情就不可避免发生。沈殿霞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你比方生活当中得我说了算。而且我们那么想，郑少秋美男子，漂亮。沈殿霞呢，跟郑少秋在一块了吧，他天天都担心。他倒不是完全担心郑少秋移情别恋，看上别的女，问题是别的女的太多的人看上郑少秋了，所以这个沈殿霞心里头不舒坦了。这个爱情是自私的，所以沈殿霞也担心有别的女的横刀夺爱，把郑少秋抢走。所以沈殿霞利用她的圈内影响力，跟各个朋友都说了，跟郑少秋你们给我看住了，别让别的女孩什么趁虚而入。据说有一回啊，有一个这个很漂亮的女孩演员跟郑少秋开句玩笑，回头沈殿霞都知道，还在后台把这女孩给骂了一顿。那你看看哪个男的能愿意自个儿老婆像防贼似的这么防着？郑少秋心里不痛快。再一个呢，沈殿霞非常强势，在生活当中都是，你比方说郑少秋开车，我要马上见记者，这两口子去迷路了，没找着道，这沈殿霞当着不少人面直接骂你废物什么的。反正在家里头他都很强势，完你这个工作安排，家里财政大权都我说了算，我让你上什么戏你就去，我给你找机会你就得去。所以这郑少秋本身呢，他有些大男子主义，也希望自个儿的太太小鸟依人，
但是沈殿霞这样，他有时候这个心里头就不痛快。一般男人在这个时候呢，倒不一定完全是他自己想出轨，可是当他看到小鸟依人的女人的时候，他心里有种本能的亲近感，所以两个人接下来发生事情。郑少秋在外边和一个演员叫关京华，比他小17岁。哎，他俩好上了。那个时候关京华是刚刚一个小丫头，黄不拉跳小丫头，看上郑少秋了，不顾一切也得跟郑少秋接近。结果两个人在一块好上了。这个事最后怎么被发现的呢？那是84年的时候，当时啊，这个郑少秋每次出门都带着一个旅行箱，这箱是有密码的嘛，里头有时候也放些私人物品，哎，比方说这密码456，两口都知道。可是有这么一天呢，这个沈殿霞要找件东西，他以为郑少秋给搁密码箱里，他去开去，发现原来的密码不好使。怎么郑少秋把这个密码箱密码给换了？这个沈殿霞可展开丰富联想了，他为什么要换密码箱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密码换了？这里边有事啊！所以这沈殿霞真够执着的，因为那阵密码箱仨密码，就我刚才456-123这样，他从000开始试，就坐这试了一上午。哪年出生的，生日什么时候，家里门牌号、电话号、尾数上，把这些都试了个遍，最后手指头都差点磨出血了，拧的密码到底把这箱弄开，弄开以后发现问题，这里头啊有郑少秋跟关京华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拍的照片，也有关京华写给郑少秋的情书。你看这一下东窗事发，俩人难免大战了，谈吧，怎么回事？3堂会审，好你个负心贼郑少秋！郑少秋当时呢，先是不承认这事，接下来信誓旦旦的说，就有这事我也会给你个交代。接下来郑少秋果然跟关京华断绝往来了，不往来了。然后85年年初的时候，两人在加拿大就结婚了，前面还没领结婚证，这时候结婚了。当然这一阵呢，沈殿霞也已经怀孕了，所以这个时候郑少秋跟关京华短暂的断绝往来了，可是两个人确实有感情，最后又走到一块儿去了。而这个时候呢，沈殿霞呢原先是想他自个儿本身呢就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就这3高。而且那个时候她怀孕呢，你看85年，她45年生人，这多大岁数？40岁。这个40岁的绝对高龄产妇啊，再加上还有这病，你血糖高，你一旦剖腹产不封口，大出血不坏了吗？所以她怀孕是有危险的。但是沈殿霞当时确实，我们得说她爱郑少秋，她不想让郑少秋离开，郑少秋喜欢孩子，我非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在这个过程之间，将要生产之前，郑少秋跟关京华又好了，沈殿霞实在受不了，大吵大闹，最后郑少秋两个人离婚。那么离婚了，郑少秋倒是基本是净身出户，最后兜里剩几万块钱，然后其他的全是给沈殿霞走了，跟关京华两人走到一块儿了。要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呢，就说你郑少秋既然都不顾这个沈殿霞，他看来这真是个花心的人。那关京华比他小17，你看着岁数那么小，那将来不定什么样。可是这个事实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启示，怎么这个郑少秋跟关京华这么些年来，他俩人一直这么好，郑少秋也没什么别的绯闻，而且跟关京华俩人那种恩爱让很多人羡慕，就说看来好郑少秋不是花心的人。那么为什么郑少秋能做出当时那种决绝的事呢？我想一定是跟沈殿霞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了，不可调和了。而且沈殿霞是在郑少秋感情空虚的时候，两人弄到一块儿了。郑少秋在心里未必能完全接受沈殿霞，是当时一时感情上的
变化，使他做出了这种选择。等在一块生活，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那这同时也说明什么呢？如果这个男人有外心了，你看是看不住的。就家里边这些事儿，你怎么能处理好呢？比方说沈殿霞跟郑少秋两个人是怎么样相处的？你是怎么样体贴这个人的？如果你真爱他的话，那么他有一些希望和要求，你怎么能够顺着他来？你不能就说我怕他离开我，那么我就像抓犯人一样、抓贼一样给他看住。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婚姻生活当中啊，沈殿霞失策的地方。当然，我们说郑少秋在这个沈殿霞怀孕的时候做出离婚这个决定，这个确实有些残忍，这也是他一辈子要背负的一个良心债。所以我们看后来郑少秋，只要沈殿霞这有事儿需要他保准帮忙。因为到后来郑少秋比沈殿霞红了嘛，只要这孩子心仪有任何事，郑少秋是不遗余力的参与，帮助自己女儿上位，尽快能在行内红起来。所以郑少秋后来这些所作所为啊，香港人原谅他了，认为郑少秋确实他是真心的想弥补当年的一些过失。而反过来沈殿霞呀，心里头确实不太平。离了婚之后自个儿带女儿心仪，而且他为了向女儿做一个承诺，说我今后你不是担心你的继父不喜欢你吗？妈妈再不找人了，我就这么陪你过着。所以你想，孤阴不长，多阳不生，一个女人在这过日子，这是很难的。所以这个时候他难免心里不平衡。你说你离开我那恩爱，我这一个人独守空房似的，带着自个儿，所以他心里也不大平衡。所以沈殿霞多次在节目当中说过郑少秋真不好那不好。但是当两个人年岁一点点大了以后，沈殿霞也基本把这些事儿差不多就抛在脑后了。他也想，你说我要是天天说郑少秋这么不好，这不越来越恨他吗？越来越恨他，我也过不好。我只有抛弃掉仇恨，才能迎来我的新生活。这后来沈殿霞一点点的不那么不平衡了，见着郑少秋就跟见着老朋友似的，勾肩搭背，俩人拍拍肩膀，现在怎么样了？哎呀，说起来有个有意思的事儿，2002年的时候呢，沈殿霞在香港电视台主持一档节目，叫《掌声的背后》。这个节目开播头一期，为了制造这效应，就请郑少秋来做嘉宾。俩人在后台说：“哎呦，你好，你好！”互相吹捧，就跟老朋友见面闹着玩似的。那么当时这期节目的编导呢，是肯定希望通过这个制造一种轰动效应啊！沈殿霞、郑少秋多少年没合作了，离婚这一年又坐在一块了。编导当时希望他们两个人说出和婚姻有关的话题，但没有。沈殿霞从开始到最后嘻哈哈乐，都是调侃香港娱乐圈这些事儿啊，双方聊天。所以我们看，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啊，要是一有两个人离婚了，你会发现双方的亲友站在各自立场上痛骂对方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其实凡是走到一起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恩恩爱爱的时候呢？那么后来两个人不好，绝大多数情况不能把板子就打到一个人身上，两个人不好，一个巴掌拍不响，多半都是双方各自要负担一些责任。可是我们往往呢，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对自己的亲友袒护，指责对方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对那不对。其实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误区。咱们说鞋舒不舒服就脚知道，这种真实的两个人在一块生活是什么体会，恐怕只有两个人，他们两个人自己能说清楚。我们这些所谓外人在这东一句西一句，无非是替当事人泄私愤而已。所以说有的时候当两个人过不到一块去离了，我们旁边的人要保持冷静，要相信人家两个人有处理好自己这方面问题的能力，不需要我们外人说更多的伤人的话。那么这周的5期节目啊，我们得有一个总标题叫不了情。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讲述一下演艺圈里边这个两个人呢，一男一女都是大腕，他们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感情，可是最终呢没有走进婚姻殿堂，由于各种各样的意外。那么毫无疑问呢，像这样的事情都会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关注的角度那可绝不是指
有些这个小媒体讲那样，这是绯闻，不是那个样子。我们试图通过这种历程的分析，能够给大家在感情世界里提供某种借鉴。他们为什么相遇、相知、相爱之后又分手？我想这个里边呢，应该含有着一些对大家有启迪的人生感悟。今天我们要讲这第一对，就是名气极大的张艺谋和巩俐。那么这两个人呢，是因为拍《红高粱》相识的。可以说那个时候呢，中国的电影啊，在国际上地位不高，甚至这个欧美电影界没人瞧得起中国电影，因为你这个整体水平也不行，制作也不行，演技也不行。但是《红高粱》在欧洲获奖了之后，以及张艺谋接下来拍的那些《菊豆》啊，什么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呀，这一系列，一下子使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大幅度的打开了知名度。那么可以说，张艺谋当时代表了中国电影率先冲到了世界的层面，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那么我们看《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巩俐作为主演。那么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张艺谋早期的辉煌是和巩俐紧紧捆绑在一起，所以两个人后来呢，也传出有7、8年时间之长的这样的恋情，也当时在中国电影界引起的轰动很大。由于那个时代呢，好多人对离婚这个事儿啊，还持着一种否定态度。那么张艺谋呢，本身也承担着很大压力。到后来，巩俐和张艺谋分手之后，不到半年，巩俐就跟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商人黄和祥两个人就结婚了。所以当时也有人，很多人说巩俐移情别恋。至于人家两个人中间发生什么事儿，我想我们常用那句话说，鞋舒不舒服就脚知道，这个外人是没法置评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交往的一些轨迹，重新我们捋清楚张艺谋跟巩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巩俐呢，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是国际的电影明星了。那么巩俐出生在辽宁省的辽阳市，但是呢，她在山东考的学。83年的时候呢，巩俐是高中毕业。说起来呢，那时候巩俐的文化成绩不好，考了2年没考上大学，又报山东师范的，又报什么什么没考上。当时那不是补习。到85年的时候呢，有人就提出了说，你呀走文化课这条道走不通，你学习太次不行，你呀对这个歌舞这行感兴趣呢，给你介绍个老师。就介绍到济南的一个歌舞团的导演叫伊大维，说你拜他为师吧。哎，巩俐就去找他去。这伊大维一看巩俐这长相，虽然不是很漂亮吧，很有味道，说你这个怎么考了几次连术科都没过去呢？他再一看，巩俐往这一站呢，2条腿习惯性的左右分开。这巩俐当时就愣了，怎么你干嘛？这老师还在打人呢吗？伊大维就说，你不听我的话，你还想有长进？完了，巩俐当时很气往上撞，转身就要走。伊大维说，好，你走你就别再来找我了，你也别想有什么长进。巩俐气呼呼就走了。这伊大维一想，行，这样的话他长进不了，就没拿事当回事。没想到第2天巩俐按点来了，8点半来了。伊老师，你接着教我吗？这伊大维看不错，这孩子说明还是真想学。就这么着呢，他指导巩俐呢，让巩俐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呢，这很有意思。他后来有一个老师叫高景文，当时在表演系正是管录取的。说巩俐来了呢，他一看巩俐气质挺不错，说你填个名吧。一看呢，他不像那个其他报考生那样很紧张，显得很淡定。为什么很淡定呢？因为在报考中央戏剧之前呢，巩俐刚刚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报考，没被录取，所以他到这儿来就死马当活马医，他紧张在那时候都过去了。结果这个高景文现场就考了这些东西，发现还可以，说这么着，这是这个头一次啊，什么时候再来？后来第3次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巩俐确实素质不错，就这么就通过了。可没想到呢，文化课的成绩啊，就是你已经都考完了，应该报上来了，离最终截止日期就差8天的时候，再看巩俐的文化课成绩没来。结果巩俐呢含含糊糊的，这时候大伙就猜出来，
那文化课成绩惨不忍睹，就那都不是不及格能形容的了，这压根跟交白卷差不多，没法拿得出手。所以这个时候，当巩俐在那边听天由命的时候，高景文就跟其他老师说了，说你们也都看了这个巩俐来考试的表现，咱们手里不有是特批录取的名额吗？就可以不考虑文化课，特殊录取。我建议巩俐可以进来。就这么着一说，特批几个老师在这讨论，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女老师都说，费那么大劲干嘛呀？文化课没过就别录取。现场男老师都说，我看他不错。你看，说明什么问题？那时候巩俐在男人面前是很有魅力的，就这么着，在这些男老师的强调之下，把巩俐给特殊给录取过来了。所以巩俐从那时候开始呢，等于说走上了一条星光大道，也接了一些小片子。在87年的时候，他接到了个大活，这电影叫什么？叫《红高粱》，说要找个女主角演女一号。巩俐的人生转机自此就开始了。那么他当时也听说《红高粱》谁导演？说有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导演张艺谋。哦，这是巩俐第一次听到张艺谋名字。那么张艺谋在当时的导演行当里边，确实我们说青年才俊不假，但是远不像现在这么如日中天。张艺谋是1950年生人，陕西西安人。68年的时候不是上任下乡吗？他到陕西农村去插队，那是一天也没别的事儿，他成分不好。张艺谋父母都知识分子嘛，那时候把他打成黑五类也是。那会儿张艺谋不叫张艺谋，叫张艺谋。哪个艺呢？言字旁搁个台湾的台。说为什么后来改这个艺谋了呢？因为有不少人这个文化低，不认得这字儿，一下面看台湾台这边叫什么字？说叫张之谋。后来说叫张艺谋，按2点水算。张艺谋一看也不好认，索性我改个大家都认识字，改成艺术的艺，就这么才叫张艺谋。那时候他摄影拍得很好，有人就建议说你呀，可以这个向大地方走一走。你看你这摄影作品真不错。有人就建议说你去报考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因为你这摄影作品呢什么啥都很出色，他这有摄影系，你报这个。到这报去，人一看他作品没问题，确实挺好。可是呢，当时北京电影学院规定啊，录取年龄最高就22岁，张艺谋那时候27了，说这怎么办呢？当时那个电影学院呢也有特殊录取名额，把他作为代培生，就等于是其他地方我们委托我们来培养的。你看我们说巩俐那特批这个代培，这他俩还有点相似，但这就那个时候大家对组织是非常信任的，对运作的人也很相信。要时至今日再有这事儿，大伙不得骂死啊？你这背后有什么猫腻，有什么权力寻租现象？所以那个时候还真就是中国一个纯真年代，没人往这上想。这样张艺谋呢进了学校之后呢，一直到82年毕业，分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当一个摄像师。后来有一个片子《一个和8个》，这是他当摄像师的，很好。后来又跟陈凯歌合作呢，《黄土地》。黄土地这个片子呢，张艺谋通过他的摄影呢，把黄土地这种雄浑的美体现出来了。靠这个呢，他获得了金鸡奖的最佳摄像师。所以这是张艺谋走向一线的一个开始。那么与此同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呢，张艺谋演了个电影叫《老井》，因为他有农村生活体会，所以演这片演得很好，一下子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最佳男主角、金鸡百花奖都获得最佳男主角。张艺谋一下子成了由原来一个最优秀的摄像师变成了一个优秀男演员。那么到这个时候，张艺谋已经不甘心再在这2行的扑腾了，他认为自己对这个影片的构图、对画面的把握、色彩的把握已经具备了很多经验，他可以展翅高飞了。他想到我要当导演，所以优秀摄像师、优秀男演员到优秀导演，张艺谋跨过了这么一个跨界式的跳跃。那么那个时候他首先看上了一个本子，就是我们前面说著名作家莫言写的《红高粱》，他觉得这个本子非常好，决定要拍。
可拍的时候，他先回陕西老家，后来又去河南，又去内蒙干啥？他看这高粱地去，红高粱漫山遍野的野高粱，红彤彤一片。因为这个红高粱片子就是要展示感性生命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希望越野生的越好。可是那会儿87年，要么是纯粹减减滩就放弃了，能开垦的地方都种上，都人工种的，哪那些野生的红高粱，也没有按照他想象那种东西长的。所以张艺谋当时想，没这片高粱地我拍不好，因为红高粱就是男主角女主角在高粱地里两个人好上了，来体现这种感性生命的躁动。所以张艺谋当时想，我怎么办？这个作者莫言给他出主意，说我老家呀是山东高密，我记得我们那边那条河两边有点地儿，好像空着呢，我带你回去看看。一看还真是，就跟当地政府商量，又动员老百姓，就种了得有这个将近几十亩的高粱地，一望无际的在这种上高粱，等着明年这高粱长出来，因为那玩意儿长得快，等着这个时候再拍。回过头他开始选角，选女主角。这女主角我们看过《红高粱》的知道，女主角名叫九儿，就是一帮老爷们当中这么一个年轻女孩，很漂亮，穿一身大红，漫天黄沙当中的一点红，显得格外那么显眼。所以挑这角的时候挑来挑去，张艺谋想到用新人，在中戏就挑人。后来据说有这么个场景，最终谁入围了？巩俐入围了，那个是史可。张艺谋难以取舍，用谁不用谁，拿出一枚硬币，那这字儿是巩俐，辈儿是史可，扔吧。扔完了一个幸运的落到了字儿上，这巩俐就成功了。就说明当时选角很激烈。结果这个红高粱一拍呢，一下在国际上叫响那巩俐这个声名远播。到后来张艺谋片子里非巩俐不可，就连你这么说演大红灯笼高高挂这可以理解。后边有一个片子我记得秋菊打官司，一个怀了孕的农村妇女还得说方言，所有人都说这个片子巩俐肯定演不了，张艺谋说他一定能演。我们说张艺谋对巩俐这种信心来自哪？来自两个人深入的了解。开始他俩拍戏在山东高密没什么事儿，后来转到宁夏再拍其他镜头的时候，两个人好上了。怎么好上的呢？张艺谋的这个当时的夫人叫萧华，把这些有所披露。那个时候巩俐有对象，姓杨，个儿挺高挺漂亮的小伙子，也是这个圈里人，经常跟巩俐俩人出双入对的，一起吃个饭干什么的。那阵巩俐接红高粱，说到外头拍戏，她男朋友就不干，外头剧组很乱，你别去了。说明这个人真圈里人，他明白怎么回事。结果巩俐不干，多好个机会，能听你的吗？就去了。去了那个时候，这不巩俐就跟男朋友因为这事儿就闹别扭吗？巩俐心里很苦闷，苦闷的一个女孩在外边，你这得有人说呀，这排遣心里苦闷呢。张艺谋这又老大哥又导演的，经常跟张艺谋聊天，俩人架不住这么总接触，处着处着这就有感情了，俩人就好上了。等那一边呢，张艺谋的老婆萧华当时就觉得，当然他那时什么也不知道，就想你在外边这1年多了拍戏，你中间就来几封信，回家也少，想去探探班，关心关心自个儿丈夫，就写封信说我要去一趟。可是张艺谋回信讲了若干个理，又是忙又剧组不方便，又怎么的，你别来，反正是。自那以后，这萧华就感觉有点不对劲。等张艺谋拍完了《红高粱》，回到北京，外边已经说这《红高粱》这个剧可能得火呀，这电影。这萧华在家里呢，给张艺谋拾掇东西，拾掇他衣服要洗的时候，从他衣服兜里找着一封信，打开一看，当时萧华天打五雷轰啊，觉得五雷轰顶一般，哪经过这个呀？就这个事儿把两口子一下子进入个冷战上，僵住了。你说孩子当时你这岁数也不大，所以这两个人那个时候就进入个冷战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巩俐呢
还经常跟张艺谋联系。张艺谋有时候出国回来，着急着忙就得见巩俐。这阵儿呢，巩俐那个男朋友姓杨那个总去找巩俐，找他一次打他一顿。最后巩俐跟张艺谋说：“我就是要嫁给你，我要给你生孩子，我不想要以前的生活，我要拥有我的爱情。”这阵儿张艺谋也下定决心了，我就跟你好了，就这么的跟萧华就摊牌了，离。有人说这分手了就跟巩俐好了呗。后来有的人站出来说了，说张艺谋和巩俐到95年俩人宣布分手，刚拍完那个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俩人开新闻发布会说分手了。有人说这巩俐移情别恋了，借助张艺谋一下子成了国际影后了，这现在就得再攀高枝儿才跟那黄克祥好上。但是呢，巩俐她母亲后来接受采访说什么原因分的手？巩俐就说咱俩结婚吧。张艺谋说婚姻可靠吗？因为张艺谋有过一次婚姻呢，说现在咱就要那张纸儿，那结婚证有什么用？俩人在一块儿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女人对婚姻名分，她当做自己一个归宿。这巩俐时间长不干了，后来跟张艺谋两人后边矛盾越来越大，就造成最后分手。但是这两个人呢，我们得承认，确实相处那么长时间，那每个人都有这个感情存在。所以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在95年的时候呢，传出来张艺谋要拍武则天，让巩俐演武则天，后来这俩人分手了，没实现。隔了这10多年以后，在这个拍《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候，新闻发布会，张艺谋就跟巩俐也坐离着不远。张艺谋就说：“我以前一直有个愿望，想拍一个片子让巩俐演一回皇后。”张艺谋就说：“这是我一直的夙愿，今天总算实现了。”这现场的摄像机都奔巩俐使劲了。巩俐一听这话，把脸扭过去了，掉眼泪，就说明他心里头对这段感情他还存在着一些美好的追忆。那么尽管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必定是拆散了一个家庭，却没有组织起另一个家庭。这多多少少对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世界来说都是个遗憾。这我也想起前面巩俐她男朋友这姓杨这位说的，不要往剧组去之类的。我们现在有不少人呢对演艺圈有些误解，认为这里边人很乱，感情世界都不严肃，这个呢有点偏。可是实事求是讲呢，演艺圈这个行当的人呢，你首先要做个性情中人，你不被这个感情所感动，你怎么能通过你的表演感动别人呢？所以一般性情中人大起大落，这是这些人的秉性。那么在一块儿呢，往往这个男男女女接触还比较多，风气呢还相对开放，所以难免呢情海声波，生出很多是非来。所以我说这个演艺圈里总传出这样的事儿，那个不是说演艺圈人性就差，而关键这里边涉及到男女感情给提供的机会也非常多。所以说至于这个圈子是不是真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乱，每个人经过了解，你心里会有一杆秤，演艺圈到底在公众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好，感谢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